一直以来我们聊的冰人也好，人偶也好，刨除一些特定的古代题材，真正属于国产的影视 IP 还是比较少见的啊。尤其再加上科幻这样一个题材的话，那就更是凤毛麟角啊。各位小青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牌奇。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一个结合着国产影视 IP 以及科幻题材的人偶，有共鸣出品的《明日战记》。外包部分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背面的话是一侧有一个开窗，可以看清主体的一个形象。正面的话，电影人物的类似于剧照啊，但是这个清晰度我个人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提升。实话实说，即便今天去看《明日战记》中这套装备的设定，我依然觉得是很漂亮的啊！这不仅仅是因为类似于这种战术装甲呀、外骨骼永不过时，还有呢，就是它原本的设计师这个麦克纳什也参与过好多我们熟知的相关的这种科幻题材啊，比如说《地平线》。貌似这个《使命召唤》里面一些这种科幻的装备也是有它所设计的啊。无论从造型还有细节来讲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丰富而且有看点的。这种外部骨骼结合着电线外露的一些设计啊，也是特别具有科技的那种美感。当然，可能针对于它头部这个小眼睛的造型呢，会有一些争议。不过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讲啊，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点睛之笔啊。圆圆的眼睛并非那种完全帅气的设定，但我觉得它会给我更多的那种实用感。回到这两款产品的话，全高在22厘米左右啊，造型呢不再多说，就是围绕着电影中我们所能见到那个圆形的。两款基本的造型一致，只是在细节的一些印花还有眼睛这个颜色上会有一定的区分。设计上呢是采用了一个布衣结合装甲的方式，素体表面是先包裹了黑色这套服装，再向外部去安装了一系列的铠甲。装甲表面的话，除去印花以外，也加入了一些干扫啊、做旧、战斗的痕迹啊。当然了，这个装甲部分啊，我个人觉得精度还是有一定提升的空间。大范围的看还是 OK 的，不太能扛住很近的距离去拍摄。当然，就这个玩具本身，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乐趣呢，比较好玩的地方呢，还是它在结构上做了不错的还原。4条外骨骼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装饰，而是利用了一些球形关节，在坚固可动的同时，这个外接的骨骼也会根据你的使用而移动。上抬以及屈膝的同时，液压管也会有所伸缩。只要你不是把它掰到特别夸张的位置，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比较有趣的。而且可动方面会比我想象中的好，虽说不可能像那种超可动的小比例玩具一样，但是呢，摆出一些战斗造型都是 OK。然后呢，就是头部对于面罩的开合也有一个还原啊，这里的话是采取了一个分件，把这个面具可以直接掰下来，再通过磁吸放在顶端，模拟一个类似于电影中展开滑动的造型啊。安装的时候是带有一个卡口固定，这里可以用一点力，尽量贴紧。人物面雕的话，自然也是这款产品一大卖点啊。古天乐和刘青云的脸啊，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啊。另外呢，也附带2颗裸头，裸露的脖颈，可以做一个无头盔的替换，这个看起来就更直观一些。当然如果相比而言的话，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戴着头盔的表现。针对于这套装备，另外的一大乐趣就是有比较丰富的配件安装和搭配。首先呢，就是很常规的手型，额外附带了4枚，这个咱们不多说。另外呢，2款都各自有一个手枪以及枪套的组合，这里呢可以把弹夹连接好，再通过这个枪套安插在胸口正前方。后方呢也附带腰包，后背处的喷口具备活动关节，稍微下压就可以展开，可以联动一个蓝色火苗的特效键。左腿处带有一个匕首的收纳，插入就可以。
除去相同的制式装备以外呢，还有一个不同的区分。泰来也就是古天乐这个啊，前方腰部可以搭配一个小型的腰包，右腿部分可以把附带的砍刀进行收纳。然后是郑重生或者说刘青云这个啊，腰部可以搭配一把手斧。然后在主要武器这个部分，也就是枪械上，两款也针对电影中的形象进行了还原啊，拆分搭配的玩法啊，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包括于这些握柄、握把呀，也很像是在玩类似于《使命召唤》那种射击游戏时对于枪械的一种升级，有点类似于很传统的那种军事兵人。两款都是以步枪为主体，搭配了一个不同模块化的组合。这个在电影中的想法就是比较有趣的，呈现成玩具的话，也具备一个不错的把玩体验啊。当然，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略紧一点，拆卸几次之后会变得更加丝滑。最后呢，两款产品也各自附带了一个地台，前方呢带有金属名牌，支架的话强度不错，可以方便你去摆出一些腾空的造型。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款产品还是比较注重于玩法的那种。当然，这个玩法并不仅仅是可动和摆造型这个方面，更多的部分是对于本身电影中这套外骨骼战术装备的还原。比方说这个外骨骼跟随移动联动的体验，还有呢就是各式装备外甲的一个搭载，手枪也好，匕首也好。另外呢，就是枪械模块化的设计，不仅仅是对于电影本身设定的还原，而且呢，也是增添了很多替换和把玩的乐趣啊，这个是很好玩的点。你可以根据不同的配件、武器搭配去还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造型，也可以做出一个轻装、短刃相接、近战搏斗的那种形象。包括于演员本身面部头雕的一个替换啊，还有还原度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 OK 的。产品本身的可动，虽然不能说是一个高可动或者超可动啊，但是结合本身它布衣加上外骨骼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水准的。这两款产品也是我体验过的共鸣所做出的最复杂的一个人偶啊，能够感觉到它在一些结构的设计上是比较用心的，但是在一些细节、涂装以及精度的表现上，还是有上升的一个空间。未来如果再做这种科幻类或者铠甲类的产品的话，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呈现。最后要说的就是属于国产这种科幻 IP 真的很少见啊。明日战记的话，其实算是做了一个很大胆的突破，这一套装甲也是足够吸引人眼球，有一种兼顾了实用性的感觉，就好像未来真的能够做到类似的一个形象。然后呢，也把模块化和细小复杂的结构集于一身，也可以通过对于玩具本身的把玩，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套装备在设计时候的一些思路和想法。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类似的产品。其实也未必是一定要有一个电影 IP 在啊，如果能有一些原创的设计转换成类似的人偶或者兵人的话，也一定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体验。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